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嘿，那部分老 K， 其实跟孩子怎么沟通的议题啊，我很久以前就想做了。先声明啊，老 K 绝对不敢自称自己是什么教育专家，也不是什么100分的完美老爸。但我跟一些传统老爸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是一个改过自新的爸爸。你们可能会觉得改过自新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学会去意识到我自己和小孩的沟通方式错在哪里，然后愿意去修正它。你可能会觉得很多家庭不都这样吗？特别是那种顽固的老爸常常要等到小孩子出问题以后这个老爸才会一脸错愕好好反省自己。我们家是没有那么戏剧化了但也不是完全的和平改革以正理来讲比较像是君主立宪这个老国王总算是肯把权力还给人民当然要一个中年大叔彻头彻尾的改变根深蒂固的想法，放下那该死的执着靠自己当然是很难的。我的转变其实大家可以想到跟专修念佛有很大的关系。前几天老 K 看到一位师姐的留言，觉得看了还蛮有感的。以下我先分享给大家但是内容有点长算是一则小故事吧。老 K 想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我是一位40岁孩子的妈妈，最近遇到一件事情上周五下午4点，学校放学，当天英文课老师请假，我的儿子就自己走回家了。过了没几分钟儿子的同学的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儿子 Oliver 很想来我们家玩，也可以带功课来我们家写。那问我 O 不 OK 我说好一方面心里也是想说儿子也有伴2个小学5年级的同学也可以在家一起写功课后来我也买了晚餐回家给他们吃没想到晚上6点多这位 Oliver 小朋友的爸爸打电话过来，非常生气的问为什么我儿子在你家然后马上冲来我家楼下接 Oliver我就下去跟他解释因为您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Oliver 想要来我们家跟我儿子一起写功课，然后一起玩平板。我好声好气的跟他说是你的太太打电话来跟我说她想来的，并不是我约你儿子的。但他却对我暴怒，痛斥我为什么你们要一直约我小孩跟你们一起打游戏甚至对我说我一直不想要让我儿子接触平板甚至不想让我儿子脱离我的控制范围。他对这位师姐非常凶大家的这个社区管理员都走出来在背后保护这位师姐事后这位管理员说不知道这位爸爸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当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尽力解释那2天师姐就觉得他非常失落与无奈因为他只是一位善良好心的念佛人嘛没想到竟也会遇到这样的人攻击他这位师姐在后面谢谢我的影片说因为我的影片让他可以更平静的念佛应该更注意自己的身口意，包括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也透过这件事情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对他好。最后他还说他想阿弥陀佛可以理解他的吧，还好我们这些念佛人内心深处还可以有一个依归他说看了老 K 的影片感觉内心比较平静一点真的谢谢老 K。首先我要先恭喜这位师姐，你在无缘无故的被羞辱以后她选择了念佛嘛，而非选择这个以牙还牙，这样你可能真的消除一桩宿世的恶因缘但是我同时也蛮担心故事里其他3个人Oliver 小朋友和他妈妈，还有这位失控的爸爸老 K 也是3个孩子的爸我完全可以体会他不想让孩子接触平板的心情这份初衷绝对是好的，因为是出于爱嘛但是你看看他做了什么他上演了一场最糟糕的身教你们想想看为什么他会如此失控？我们用心理学的解剖刀切开来看看。第一层叫做心理抗拒理论，这理论蛮有意思的。当人感觉自己的自由被威胁的时候那就会反抗甚至会刻意去做被禁止的事就像你跟孩子说你绝对不能碰那个饼干罐本来没有这么想吃嘛，但是被你这样一讲
满脑子都是那个饼干罐。这位爸爸用最高压的方式禁止平板，其实这样啊，刚好在他儿子的心中啊，种下对这个平板最深的渴望。我们来看看第二层啊，第二层更有意思哦，叫做逆火效应哦。你有没有发现呢？有时候越跟人家讲道理，对方听了反而更固执啊，这就是逆火效应啊。当这一位爸爸的核心信念啊，我是一位保护孩子的好爸爸。哦，这个平板是万恶之源呐。这个时候被师姐的善意解释挑战了以后啊，哦，这个大脑啊，为了保护自己啊，不但不接受新的讯息啊，反而更强化自己本来的信念，所以他才会更愤怒嘛，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最深的一层啊，也是最悲哀的一层哦，叫做投射。哦，这位爸爸他口口声声的说啊，不希望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其实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巨大的恐惧以及不安全感。他可能怕的不是平板，他怕的其实是一个失控的未来，怕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啊，甚至这个孩子啊会走上一个他无法理解的道路。他把自己的恐惧啊投射在这个平板具体的东西上面，仿佛啊只要消灭这个敌人啊，自己的恐惧就会消失啊！看到没有啊？他其实不是在跟师姐战斗啊，而是跟心中的烦恼魔在战斗啊。所以你看看他的咆哮，他的愤怒啊，都是身为一个父亲啊，心中的求救讯号哦。他其实被自己心理的防卫机制给绑架了。这个心理学啊，帮我们看到了症状，但佛法可以帮我们找到病根。这个爸爸的行为啊，用佛法的话来说，就是一场以我执所导演，然后由贪嗔痴三毒啊来领衔主演的悲剧。哦，什么是我执啊？就是牢牢的抓住一个我的感觉不放啊，我的儿子，我的教育方式，我的控制范围啊，整个世界啊都要绕着我的想法而转啊。这个我执啊，真的就像是一个病毒一样，它会衍生出3种最恐怖的毒素啊。第一种就是贪嘛，控制感的贪婪，他在这边贪求啊，自己的儿子啊，完全照着他的剧本走，一丝一毫啊都不能偏离。第二个就是嗔，当贪求啊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就会因此产生嗔恨啊。你看看这个师姐的出现，同学的邀请啊，都破坏了这个爸爸的控制哦，所以他暴怒了。第3个就是痴啊，就是愚痴无明啊。哦，他看不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啊，其实出在自己的执着啊，甚至看不出啊自己现在的行为啊，其实是在深深的伤害孩子啊，更看不清楚世间的因缘果报，这些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控制的。这个模式在经典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阿舍世王。阿舍世的我执啊，就是我要当国王。从这个我执啊，生出了贪，他的贪啊，就是贪图王位。因为这个爸爸老是不退位啊，所以他生出了这个嗔恨心啊，他怨恨父亲嘛。最后他被这个提婆达多这个损友影响，做出杀父害母的行为啊。哦，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行为啊，这不是痴是什么呢？哦，是不是被欲望蒙蔽的智慧呢？哦，各位想想啊，阿舍世王和这个 Oliver 的爸爸，他们的行为天差远大，但是这个内在的运作方式啊，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哦，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我执开始，被这个贪嗔痴三毒驱动，最终啊，让自己身边的人啊，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啊。说到这里啊，老 K 要来自首一下啊，以前的我啊，虽然不是这么夸张啊，但是也差不多啊。我对我的孩子啊，特别是大女儿和二女儿啊，最常说的话就是啊，我都是为你们好啊，你们为什么不听话呢？哦，那个时候我执着于啊，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执着于父亲的权威啊，执着于孩子必须听我的。当下以为啊，我在给他们爱。其实我给他们莫大的压力哦，我以为我在保护他们，其实啊，我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哦。那个时候的我啊，就像阿舍世王一样，被自己的我执啊关在监狱里面哦，却以为自己是国王啊。家里的气氛啊，常常因为我的坚持啊而变得紧张。但是大家想想看啊，一个家最重要的不就是和乐吗？
如果一家之主啊，让家里乌烟瘴气，那是不是才是最大的失败呢？好，问题分析完了，心理学帮助我们画出了监狱的地图，而佛法告诉我们病根在哪里。那钥匙呢？怎么出去啊？很多人都知道啊。我知道了。我要改，我要放下我执啊，我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就是所谓的自力修行嘛，靠自己的力量去觉察、去修正，这条路是不是非常非常困难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于是叫这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啊，自己去打造一把钥匙，还要躲过所有的狱卒啊，自己逃出去啊。这个囚犯啊，就是你的凡夫心嘛，而这个狱卒啊，就像你累生累劫的烦恼习气啊。这太难了嘛！你的我执啊，会用100万个理由啊，告诉你你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念佛法门啊，提供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啊，这是一条轻松安稳的路啊，叫做他力救度。他力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这就像什么呢？自力修行啊，是你要自己游泳啊，渡过这个眼前的波涛汹涌的生死大海你可能学了很多游泳的技巧啊，心理学知识啊，禅修技巧，但是一个大浪打来啊，你还是灭顶但是念佛呢，是这个阿弥陀佛啊，开了一个豪华游轮啊，直接来接我们你需要会游泳吗？不需要。需要很有力气吗？不需要。你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啊，就是你愿意上船你念的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就是在喊阿弥陀佛救我我愿意上船啊。当我们开始念佛的时候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不是在跟自己的执着战斗，而是在转移阵地当愤怒、恐惧的念头升起时你不用去分析它、压抑它，只需要轻轻的把注意力放回佛号上南无阿弥陀佛。这就像是一个暗示一样你不用拿一支扫把去扫走黑暗你只要把灯打开黑暗就自己消失了。这句佛号就是我们心中的光我们越念佛光就越亮我们心中的那些黑暗执着、恐惧，自然就会慢慢的被照破，慢慢的软化，慢慢的溶解、消失我们并没有用力去放下，但是它自然而然就被放下来了。这完全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这全是佛力加持的结果我们先回到 Oliver 爸爸的故事，他需要的其实不是去上更多亲子教育课也不是去做更深的心理咨商那些都只是智力很辛苦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人能够告诉他，嘿，老兄，你太累了，别再战斗了，来，试着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吧。当他愿意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就会慢慢疗愈他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他的心就会变柔软，他会开始看到孩子的真实样貌而不是这些恐惧的投射。他会明白真正的爱并不是牢牢的掌控，而是温和的放手与信任的陪伴老 K 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荧幕前的你也正在为某个执念所苦，无论是对家人、对工作还是对自己，请记得你根本不需要独自奋斗，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最有效。请你放下一切的挣扎，轻轻的至诚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要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无助全部交给佛相信这句万德洪名一定会给你力量，带你走出烦恼的监狱我们要坐上大愿船航向安心自在的彼岸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